朋友们，大家好。德國這個國家在全世界名聲都不錯，在我們很多中國人心目中也一樣，對吧？一談到德國，就想到德國製造是高端，是質量，對吧？然後呢，一談到德國人，就覺得德國人很嚴謹哦，有油紙包，怎麼樣，對不對？但是今天呢，我說一件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了啊，讓很多人覺得匪夷所思的事，那就是在德國。而且是我們這個州啊，我們這個州北部一個城市叫 Gelsenkirchen。這個城市呢，有一家相當於儲蓄銀行吧。12月27日到12月28日凌晨或者夜間，大概是7、8個小時之內，這家銀行呢被4個竊賊開一架那個汽車經過地下室。然後呢，用電鑽，不知道什麼鑽啊，這個電鑽可能它質量特別好，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的那個什麼牌子，應該做下廣告就好了。用電鑽呢，把這家儲蓄銀行的那個有很多保險櫃、保險箱的那個地方金庫，用電鑽把它弄穿了，盜竊了3200個保險櫃、保險箱啊，3200個保險箱、保險櫃啊，竟然被這幾個劫匪。而且沒有被發現，他們又逃跑了。In Gelsenkirchen läuft die Suche nach den Bankräubern weiter auf Hochtouren. Und damit wäre es eine der größten Raube der deutschen Kriminalgeschichte. Betroffen seien etwa 2500 Kundinnen und Kunden. Die Täter hatten sich da mit einem Spezialbohrer Zugang zum Tresorraum einer Sparkassenfiliale verschafft und fast alle der mehr als 3000 Schließfächer aufgebrochen. Wir wollen rein, rufen die Kunden am Vormittag vor der Sparkassenfiliale in Gelsenkirchen. Der Einbruch wie im Film. Die Täter haben ein Loch in die Wand des Tresorraums gebohrt. Die Sparkasse Gelsenkirchen beurteilt mit, dass mehr als 95% der Schließfächer aufgebrochen worden seie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wenn jemand ein Schließfach im Bohr hatte, betroffen ist, ist sehr hoch. Ob aus allen was entwendet wurde,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Versichert ist der Inhalt der Schließfächer durch die Sparkasse nur bis zu einem Wert von jeweils 10.300 €. Der Polizei liegen Videoaufnahmen vor, die ein schwarzes Fahrzeug und mehrere maskierte Personen am Tatort zeigen sollen. Gehen Sie denn davon aus, dass die Bankräuber Insiderwissen vielleicht hatten? Naja, also die Tat scheint ja schon sehr gut geplant zu sein. Ob das Insider waren, das kann ich nicht sagen. 他們洗劫了3200個保險櫃、保險箱。有大的有小的，從照片、從視頻來看，一片狼藉。那些被盜竊的那些就是財富的主人，就到這家銀行去示威啊，他們要求進那銀行去，怎麼樣？從這事情，我就覺得，所謂德國嚴謹，簡直是大笑話。說到德國嚴謹，德國鐵路對吧？嚴謹嗎？德國人都吐槽。全世界我覺得最不嚴謹的、最不準點的鐵路公司就是德國鐵路了。這又是一個今天或者說這個週末放假，因為是聖誕新年假，所以呢，德國大部分人呢都是不上班了這段時間。27號的那個夜間，這4個人，他們可能是戴了那個面罩的啊，看不見那個臉，好幾個小時。洗劫3200個保險櫃、保險箱，沒有被發現，然後損失慘重，最少3000萬歐元，最少。為什麼說3000萬歐元？因為按照德國法律，每一個保險櫃，銀行最多是賠10300歐元，那你3200個，那是不是3000萬、3000多萬歐元的損失呢？其實真正的損失一定更多。可能上億都有可能，應該上億。為什麼？因為呢，把那個他家裡那個保險箱、保險櫃搬到銀行那個地方，因為銀行呢會更安全，對吧？不敢放在家，然後放到銀行去，就認為是十拿九穩了。然後呢，這些人他不會是為了1萬歐元把這個東西放在銀行吧？因為他每年要交不菲的那個費用給那個銀行的啊，保管費。我猜啊。最少平均每個人應該有10萬歐元吧。那如果是1萬歐元，就是3000多萬。那10倍的話，那就是3億多了。也就是說，很有可能起碼超過3億歐元的損失。
被4個人沒有被發現，洗劫一空，用這個電鑽把這個牆把它鑽穿。你們想想看，一家銀行，而且是金庫啊，都能夠用電鑽把它那個鑽穿，它不是用那個盾构机啊。你們想想看，那個電鑽它需要電呢，好幾個小時。如果那個牆不是特別的結實的話，可能還可以啊，用電池的那種電鑽就可以了。那假如它牆稍微厚一點，要更久的時間，那個電鑽可能它還需要電呢，那電從哪裡來？所以很多疑點啊。另外，你一個銀行的金庫竟然那麼容易被洗劫，而且沒有報警，也沒有那個人走動那種報警器，也没有那個攝像頭，就是好像在牆外的攝像頭，據說被把它遮擋起來了，也沒有報警啊。所以疑點很多，這個技術方面太多漏洞了，它整個系統絕對是有漏洞，或者可能銀行內部有人勾結起來，就像当年那個法國巴黎那個羅浮宮被盜一樣，也是內外勾結。可能德國這 Gelsenkirchen 銀行也一樣，也是內外勾結，然後呢，倒是共同分贓，可能是這樣。3200個保險櫃、保險箱，你們想想看，要打開一個保險櫃、保險箱，你們覺得要多久時間？30秒鐘是比較現實的吧？30秒打開一個，平均啊，那麼3200個，我計算了一下，大概如果是4個人把全部3200個保險箱打開，要花6.67個小時，也就将近7個小時。也就這4個人呢，整整可能在那個裡面至少待了7個小時，竟然沒有那個警報，沒有觸發警報，他們就在裡面幹了7個小時，洗劫啊一個銀行的金庫，那就說明德國人的目前這個安全的技術是不是過硬？然後呢，德國這整套安保系統有多拉胯？然後說明德國人嚴不嚴謹？你們說，通過這件事情，誰還跟我說德國嚴謹？我要啪啪打他臉了，真的我受不了。我回國我也受不了人家說德國人嚴謹，我真的聽不得這句話。因為所有這些年的操作，讓我看起來德國人根本說不上嚴謹。也許啊，德國人以前是嚴謹的，但是呢，現在這1-2代德國人跟嚴謹一般來說搭不上什麼鈎了。還有德國法律啊，只是賠每個人，如果是真的要銀行賠的話，只是賠10300歐元。有的人可能他有很多的現金啊，有金條呀，還有這樣那樣的珠寶啊，對吧？寄存在那裡，也許有的人他會超過100萬、200萬歐元都有可能。如果銀行你只賠1萬歐元，相當於他全家的財富、一輩子的財富全部化為烏有了。所以呢，很多人呢非常的氣憤，但是氣憤有什麼用？他最多就是賠1萬歐元，而且據說這東西你寄存在銀行啊，那個其他那個保險它是不賠的啊。保險它是賠你放在你家裡的東西被盜可以，但是你放在銀行，銀行本來就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所以保險公司它不保這些人，等於是丟失了就丢失了，再也追不回来了。所以呢，群情激憤啊，從那個畫面來看，就這個原因，因為他的東西現在被盜了，就真的是失去了。你說他們心裡難道沒有1萬匹草泥馬嗎？肯定有。但是這就發生了在德國。德國你看他們一天到晚說中國是监控國家怎麼樣，我們才不想被監控呢。但是到現在你們看反噬了吧，对吧？那個建築物可能就是1-2個攝像頭，而且被人家遮住了，也沒有觸發警報。然後呢，街上也沒有攝像頭，所以呢，目前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人，沒有抓到。據說與荷蘭有關，可能是在哪地方盜來的那個車，那個車牌也是盜的，反正找不出真的人，現在真的劫匪找不出來。沒有攝像頭，你也無法去追蹤啊，對吧？
你不是要那个隱私嗎？朋友們啊，我心裡還是有幸災樂禍的這種心理的。我相信很多德國人也有，就是沒有財富那些德國人，或者與此無關的德國人很多，我在網上看是幸災樂禍的，因為裡面有些人，你看他們的畫面就知道，有些是不少是外國人，他們為什麼存放那個東西在那裡，就表明他們有錢了。你們知道吧？ Gelsenkirchen 在德國是最窮的，德國西部最窮的那個城市之一，真的很窮。就說這個城市很多人他是拿低保的，拿救濟的，但是儘管這樣，很多人把他們的財富、現金什麼金條放在那個銀行裡面，就表明其中有不少呢，可能就是領社會救濟的人，他其實是有錢的。另外呢，偷稅漏稅的人，所以其他德國人知道他們呢這個財寶被盜了之後，好多人幸災樂禍，就這個原因。因為這些人啊，一個是他們看到就像外國人，然後呢還看到他們有錢，就會想到他們是領社會救濟的。另外呢，他們是偷稅漏稅的。還有第三個，他們是外國人啊，竟然比我們德國人更有錢。你們說，德國人他能不眼紅嗎？對吧？所以呢，為什麼現在在德國，雖然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很多德國人覺得幸災樂禍，就三個原因。好了，這在德國啊不是第一次發生哦，我相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過去啊就發生了好幾次，3、4次，除了那個前幾天的一次，上次呢是1年前，也是去年12月，在德國北部城市叫呂貝克，300個保險箱被盜，損失至少1800萬歐元。因為呢，很多人寄存的東西，它的價值絕對會更高，所以這1800萬歐元，它這只是最低的估值，其實應該是至少我認為5倍到10倍的那個價值。然後呢，到現在過了1年多了，到現在為止，那個銀行只賠了700萬歐元的損失，也就是1100萬還沒有賠，具體還賠不賠我們也不知道。這就是目前那個發生的情況。去年發生了一起銀行保險箱金庫被盜。時間拉回2021年8月份夏天的時候，這個呢是屬於漢堡的一家儲蓄銀行，相當於一個分行吧，支行。650個保險箱、保險櫃被洗劫，也是數千萬歐元損失。按照那個銀行的那個跟客戶簽訂的合同，最高賠償4萬歐元，也就是最後可能是賠了2000多萬。那數千萬，也就是可能還要更多，因為它是估值最低是幾千萬，一般肯定要多5到10倍。那大部分如果是抓不到這個劫匪，可能又好了，這劫匪啊，又一次，對吧？還有一次，2013年1月份在柏林人民銀行，德國有很多這種人民啊，人民報啊，什麼人民銀行怎麼樣，有的。這個名字有點聽起來社會主義，對吧？但是德國有這樣的柏林人民銀行呢，也是啊，這家分行300個保險箱、保險櫃被洗劫一空，損失至少1000萬。大概10年來就發生了4起，而且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就沒有統計出來，光是成功的就有4起了，而且都是幾百個、幾千個這個被洗劫的這保險櫃、保險箱，那就表明啊，德國這整套銀行這安保系統絕對是有比較大的漏洞的，肯定是不嚴謹的。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你看，就是前2天 Gelsenkirchen 這個，你看它的牆好像沒有多厚啊，對吧？好像不是鋼筋混凝土的，而且沒有觸發警報，所有這些的疑點都非常多。這家銀行，我覺得他是太粗心了，對自己的銀行或者對德國這個安全可能太有信心了。然後呢，可能銀行內部呢發現這個漏洞，某個人把這個信息呢洩露出去，然後呢跟外面呢鼠蛇一窩，
裡應外合就洗劫了這家銀行，得手了，對德國整個國家形象，對特銀行系統的形象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損失。你看前前後後十來年出現了4次成功的，那經過這次之後，那麼多3200個，差不多10個小時在銀行裡面沒有被發現，那就表明啊，這個漏洞有多大，國民的這個信心，對銀行的信心有多大，絕對會形成擠兌。你們看，那就是很多德國人原來把他們金银財寶啊、現金啊，把它存在銀行的，寄存在銀行的。明天應該是一個工作日，應該不出意外的話，很多人去銀行，把那個保險櫃的東西把它拿回家，或者呢，到時可能紛紛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國外去，比如說去那個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等。瑞士現在呢，它的名聲現在也挺壞的，挺差的了現在。所以呢，對德國這個國家的財富來說，流失啊，肯定是非常嚴重的。這一期，光是這個銀行這樣子那麼容易得手，你怎麼能夠讓這些有錢的人對德國這整套銀行這個安全有信心呢？這我覺得是最匪夷所思，對我来說是讓我大跌眼鏡的一個，又在德國發生一個不好的事件，跟德國的嚴謹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而我呢，竟然波瀾不驚，因為與我無關，而且我心裡還有一點小小的幸災樂禍。為什麼我有點幸災樂禍？我本來就是德國的公民啊，就是因為呢，德國從政府到民間到媒體，對中國對中國人印象不好，甚至很惡心。所以呢，讓我特別反感。我相信看咱們頻道的朋友，你們也知道，對吧？從過去那麼多，我反映在德國，我是翻譯啊，大部分是翻譯德國媒體對中國報道啊。你看他們对中國有多惡毒，對吧？炮製有多少假新聞，甚至呢，那個鄭國恩就是個德國人，炮製制造了所謂新疆種族滅絕這種特別惡劣的這事件。然後呢，配合這什麼賣國賊許秀中，他是幫澳大利亞一個所謂的智庫幹活的，當靶子的，當槍靶子的。德國人鄭國恩幫美國的某個安全機構，然後呢炮製出來，然後通過西方掌握他們的國際所謂的媒體話語權，跟澳大利亞這個所謂的智庫一起，與海外華人一起沆瀣一氣，妄圖把中國搞臭，鬧出了什麼新疆種族滅絕。所以對這點我特別反感。然後呢，德國媒體與我相信其他媒體一樣，都認為中國真的是有這樣的事情，與西方其他國家一樣發起了對中國這樣的那個討伐，那樣的討伐，讓我非常非常的反感。所以呢，說來說去，現在我們回到在德國這個城市 Gelsenkirchen 發生這樣的劫匪盜竊銀行的3200多個這個保險櫃、保險箱，而且他們得手了。目前呢還沒有抓到劫匪這個事情，我覺得就挺丟臉的，德國人挺丟臉的，就這樣子，好吧？你們覺得這件事情你們怎麼看呢？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Wir wollen rein, rufen die Kunden am Vormittag vor der Sparkassenfiliale in Gelsenkirchen.